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小镇杰西卡这个频道。说起来呢，我在优衣库买过很多东西哦，但是他们的裙子以及裤子呢，我买的很少哦，因为以前总感觉版型好像有点太过小气了，不太适合我。但是我最近盲买了几条，发现他们家单品真的进步很大，所以今天呢，就一定要给大家带来一期开箱影片，一共有1条裙子、5条裤子，都是版型、面料、长短、用途各不一样的，希望大家喜欢。老规矩哦，所有能够买的单品链接呢，都会放到 YouTube 的信息栏里面，大家只要点击more更多就可以进去拿链接了。我是小镇杰西卡，记得订阅这个频道，也请大家多多点赞和留言。我也开通了海外购物群，在海外的朋友呢，只要加这个微信号 X 的 Jessica Shopping 就可以进群一起买了。对了，很多朋友呢都会来抱怨说我的开箱影片一发出去单品就告罄了，怎么回事？其实是因为我提前已经在我的购物群里面跟小伙伴们报告了，所以大家就眼明手快都抢下来了。所以如果你想要第一时间呢 get 我的同款的话呢，一定要进这个购物群啊。好了，废话少说，那我们就开始了。因为我是梨形身材啦，所以其实穿裙子呢要比穿裤子更有优势。那么第一条呢就是这样的一条磨毛合身版型的裙子。我很喜欢这条裙子的面料，它呢采用了磨毛工艺处理，在裙子表面形成一层很短很细腻的绒毛，让裙子变得更温暖，适合秋冬季节穿。这种工艺呢，让面料柔软舒服，整体质感丰盈，同时还更耐磨耐穿。裙子表面呈现出柔和的哑光质感，增添了几分温柔的朦胧美。浅驼色调，优雅大方，还自带一点点 old money 的气质。65%的棉含量，不容易静电，贴身穿也很舒服。直筒裙剪裁，既不会过于贴合身形，又能够巧妙地遮盖胯部和大腿处的曲线，很包容身材。在视觉上打造出一种顺直的垂坠感，尤其适合像我这样的梨形身材穿，能够很好地平衡整体线条，让人显得修长利落。后面有开叉，走路呢轻松方便。腰部是松紧带的设计，还有2个口袋。整条裙子就主打一个舒服随性，自带松弛感。这样的裙子呢，很容易搭配衣服哦。就像我这样穿一个很简单的 Massimo Dutti 的咖色高领衫，肩膀上呢披一件驼色羊绒衫，增加层次感。搭配的鞋子呢，是我最近一直在穿的这双 Massimo Dutti 的豹纹玛丽珍鞋哦，能够点亮全身，轻轻松松就很时髦了。直筒裙简约大方，勾勒出流畅的曲线，上班或者周末出街都可以这样穿。我买完之后呢，才发现哦，原来它还有一件配一套的磨毛半拉链上衣哦，感觉一套穿上呢，效果会更加的好一点。我也会把这件半拉链上衣的链接呢贴到描述框里面。这条裙子呢，我穿 M 是正好的。我这款浅驼色呢，会看上去更加有钱，更文雅内敛一点哦。同款的还有浅灰色、深灰色和绿色，都蛮好看的。我的衣橱里面呢是有很多各种不同的牛仔裤啊，但是呢有一种牛仔裤我是没有的，那就是小脚裤。一方面呢，因为我的下半身相对会比较壮实一点啊，小脚裤我穿的都会绷在身上很难受。那另一方面呢，小脚裤好像这2年也不是很流行。那么问题就来了，前几天呢我就翻出秋冬必穿的骑士靴哦，发现呢还是得需要一双小脚裤呢才能够跟它搭配在一起。而我呢因为比较 old school 啦，我不太喜欢穿 legging 出街嘛，所以思来想去呢还是得买一条。我呢就在优衣库盲买了这一条 extra comfort 的小脚裤，因为看英文是指非常舒服的意思嘛，那我们就上身试试看吧。没想到上身试了之后呢，效果比我想的要好很多。其他不说，真是特别的舒服。果然呢，这个名字起的是对的 ，Extra Comfort， 比我之前买过的所有的那种小脚裤，也就是 Skinny Jeans 都要舒服。面料呢是棉和 Spandex， 弹性很好，无论四面八方怎么动都不会绷在腿上，真的是很舒服。这一点呢，我给100分。常见的牛仔裤呢是双针缝制的，但是这条牛仔裤特地采用了单针缝制，
这样呢就能够去除多余的缝线，让口袋和皮带环看起来更简约，减少了视觉上的繁杂细节，线条更流畅，整体更简洁。高腰设计，但是呢不会卡住腰部，穿起来很舒服。后面是2个经典牛仔裤口袋造型，就避免了像 legging 这样的尴尬。上半身呢可以选一件 front row 的粗花呢小夹克，版型是偏宽松的，下半身收窄利落干练，全身呢有张有弛。对比之下，我梨形身材反而本来有一点点偏粗的臀部和腿部呢，并没有显得那么的壮实，整个人看上去还是蛮纤细的。那其实有一说一啊，这种骑士靴搭配小脚裤的穿法呢，并不是今年流行，但是呢，确实很实用保暖啊。毕竟纽约的冬天嘛，大家懂啊，要保命为主。这条裤子的版型呢，其实也是相当不错的。膝盖以下呢，采用了偏直筒一点的剪裁，不会完全的贴住小腿，暴露腿型缺点。你看，我就这样单穿搭配单鞋，居然也不会显得腿很粗哎。这条呢，我穿27号正好的，同款呢还有2个牛仔蓝。如果像我这样呢有穿骑士靴需求的朋友呢，我觉得是可以买这一条的。第3条呢，就是我秋冬季节最喜欢穿的阔腿裤了，因为轻松简单，不用费心搭配。那么这一条裤子它的特色呢是在于面料，也是有一点点绒面感觉的，在光线下散发出柔和的光泽，使得裤子的质地呢看起来格外的丰厚温暖。宽松的阔腿设计，从腰部到裤脚自然垂坠，不仅带来极佳的舒适感，还能够巧妙修饰腿部线条，打造出一种悠然自得的高级感。它还有2条笔直的裤线设计，视觉上呢进一步起到修饰腿型的作用，显得腿又长又直。腰部后面是隐藏的松紧带设计，穿起来很舒服。深灰色沉稳内敛，比黑色呢少了几分单调，但是又同样有显瘦的效果。上半身呢，我选的是 Fabric 的那件学院风针织衫，搭配在一起呢就很随性轻松了。这种裤子啊是属于衣橱里面的百搭款式，怎么搭都好看。如果缺一条的朋友呢，我觉得是可以入的。这条呢我穿 M 是正好的，同款还有驼色、深蓝色和浅灰色都蛮好看的。都看到这里了，如果还没有关注小镇杰西卡的朋友呢，记得动动手指，打开小铃铛，关注我，就可以看到我随时的更新了。那我们就接着往下说。接着一条呢是阔腿裤，但是它的面料完全不同啊，它是一条卡其裤。卡其裤呢本身是从军用服饰里面演变出来的，所以自带一种独特的复古感，又不会显得过于的休闲，永远不会过时，具有一种低调的经典美。不过真的很不好意思哦，这条裤子我当时买的时候选错了颜色，我选了个 pink， 其实实物还好啦，没有那么的粉，是米色调里面带着一点点粉色。那搭配这一件 Massimo Dutti 的豆沙色上衣还不错。66%棉含量，面料呢触感柔软，但是具有一定的厚度和支撑性，舒适又有型。版型为直筒设计，从腰到裤脚呈现出流畅的线条，既显腿长又能够修饰腿型，还不会过紧显得很拘束哦。整体版型没有太多的细节，简约大方。腰部呢也是有松紧带设计的，穿起来很舒服。其实这条裤子我最应该买的是卡其色，你看模特搭配红色上衣好吸睛啊！而且呢，官网还贴心的给出这条卡其色裤子不同的穿搭方案哦。你看各种季节搭配不同的上衣都可以配得上哦。如果要买的话呢，建议买那个卡其色，比这个 pink 的颜色呢会更加的百搭，也更加适合现在穿。这条呢我穿 M 号是正好的。
那大家应该都知道，我最近买了这条 COS 的牛仔裤，就一直在穿，对吧？但是很可惜已经断码了。就有朋友不停地在问我有没有类似款推荐。这次我真的在优衣库找到一条，只要49.9啊，而且上身效果超好，让我好激动啊！这一条呢是100%纯棉牛仔面料，柔软舒适。我好喜欢这个水洗蓝色，稍微偏深一点哦，适合秋冬季节穿。而且呢，颜色是有一点点复古的。中高腰设计要比我 COS 那条低腰设计呢，其实更适合我们亚洲人身材啦。具有恰到好处的合身感，但是呢又不会过于的紧绷，穿上很舒服。视觉上呢又能够显腿长，裤管逐渐变宽，能够修饰腿型。长度对我来说呢足够了，正好堆叠在脚面，大气时髦。臀部这里也修饰的不错。总之呢，各方面都蛮好的，版型颜色也蛮大气，完全不像我想象中的 Uniqlo。再加上49.9美金的价格，真的是性价比太高了。这种牛仔裤呢就不用费心搭配啦，什么衣服都可以 hold 住。像我这样随便搭配一件 Massimo Dutti 的灰绿色针织衫就超好看了。如果我不说品牌，大家肯定以为这条牛仔裤是什么大牌呢，对不对？那到了夏天呢，这条裤子还可以搭配凉鞋和白 T。不过要注意啊，它的裤长我觉得是相对会比较长一点啊，1.65米以下的女生呢要谨慎考虑，或者说你买的时候呢，无论在店里还是官网，可以选择修改裤长的服务。这条裤子呢，我穿27是正好的，除了我这款蓝色，还有灰色、米白色和深蓝色都蛮不错的。最后一条呢是白色牛仔裤了，虽然我知道呢冬天穿白色牛仔裤其实几率没有那么高，但是我还是选了一件，因为如果搭配的好呢，白色在冬天穿尤其是能够穿出高级感来的。那这一条呢也是属于腰部这里比较修身，下摆这里呢稍微宽松一点的版型，和上一条很像，能够修饰腿型。98%棉含量，冬天穿不容易静电，也采用了单缝线设计，再加上两侧的口袋，整体呢更像一条时装裤，不是特别像牛仔裤哦。裤长呢不会太长，比起前一条牛仔裤呢稍微短一点点。上半身呢也穿一个浅色吧，一身浅色容易脱颖而出。配上我最近新买的 J. Crew 的麂皮皮带， Massimo Dutti 的平底鞋，给一身白色增加了点色彩。再搭配一个同色系的 ROH 麂皮包包，这一身大方利落又不失高级感。你看 Uniqlo 也穿出了大牌的感觉吧。不过这条裤子呢，我感觉有一个小问题，就是它这个白色太白了，不是那种米白色，其实冬天穿我觉得难度还是有一点的，要注意搭配。这个白色呢，其实夏天穿会更好看一点啊。你看官网也给出了模特在夏天的3种不同搭配方法。这条呢我穿 M 是正好的，同款还有2个不同的牛仔蓝色。好了，一口气分享了1条裙子和5条裤子，大家有没有被我种草呢？我其实这一次呢，对优衣库的裙装和裤装有了极大的改观哦。只能说以前的偏见呢吓死人，还是需要与时俱进哦。如果大家喜欢这支长影片的话呢，也记得给我点一个赞吧，这样呢才能够增加 YouTube 对这支频道和这支影片的推荐几率。那就先感谢大家了。如果还没有关注小珍杰西卡的朋友呢，记得动动手指，打开小铃铛，关注我就可以看到我随时的更新了。最后说一下，千万要记得加我的购物群 X 的 Jessica Shopping 啊，第一时间就可以看到我最近买的东西，否则的话，我做开箱影片放出来的时候都已经卖光了。好了，那我们就下次见了，拜拜。